我们又来唠唠印度这出年度魔幻大剧。印度空军在战场上被巴基斯坦打得丢盔卸甲，裤衩都不剩，可莫迪老先愣是靠着一手大成营学，给10几亿印度人筑起了全球最大的信息茧房。这波操作堪称把睁眼说瞎话完成了宇宙级艺术。先说这场让人大跌眼镜的印巴空战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印度输得有多惨，可人家国内倒好，铺天盖地都是史诗级大捷的新闻。莫迪政府更是离谱，一口气派出70多个海外宣讲团，满世界推销他们的胜利神话。结果呢，先是狠狠打了他们的脸，最后捏着鼻子愿意接待这群牛皮大王的国家也就30多个。访问完还被世界网民当茶余饭后的笑话。为啥印度要把这场败仗吹成胜仗？说白了，莫迪是靠民粹上台的，一旦让民众知道军队拉垮到这种程度，他的政治生涯就彻底凉凉了。在印度，民粹就是莫迪的命根子，军队输得再惨，他也得咬着牙说赢了，不然第二天愤怒的民众就能把他从台上拉下来，说不定还得面临更可怕的后果。不过咱们吃瓜归吃瓜，这场空战背后的地缘政治影响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重头戏。印度被巴基斯坦全面压制后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阵风战机成了国际笑话，订单被退得七零八落。要知道，阵风战机可是印度花了大价钱买来撑场面的，结果现在不仅没撑住场面，还成了拖累。没了制空权优势，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威慑彻底成了摆设，所谓的南亚霸权也不过是个笑话罢了。这下可好，印度在南亚的地位一落千丈，而中国的影响力却在这片地区迅速扩张。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曾经那个号称南亚霸主的印度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沦为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国家。印度当然不想坐以待毙，可他能怎么办呢？思来想去，就只剩一条路，买。印度急需采购比阵风更先进一代的战斗机，也就是5代机，来压制巴基斯坦的歼10C。但放眼全球，能造出真正5代机的国家，掰着手指头数就3个：中美俄。印度一直把中国当成对手，打死都不会买中国的装备，所以选择就只剩美国的 F-35和俄罗斯的苏57。可这2款战机也都不是那么好买的。先说俄罗斯的苏57，产能低得可怜，就算印度现在下单，等飞机交付，黄花菜都凉透了。再看美国的 F-35，生产成熟，还能垂直起降，正好满足印度航母的需求，看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美国可不是做慈善的， F-35属于亲密战友特供产品，关系不到位，想买码儿都没有。印度之前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4国同盟，可这点交情远远不够。他想拿到 F-35，就得像日本、澳大利亚那样，彻底抱紧美国的大腿，心甘情愿当美国制衡中国的棋子。摆在印度面前的是一道没有悬念的选择题，要么继续独立自主，但慢慢沦为普通国家，要么抱紧美国大腿，用大成营学继续编织强国美梦。以印度的尿性，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，毕竟在他们眼里，赢才是最重要的，哪怕是活在虚幻的美梦里。说到这儿，咱就得好好扒一扒印度的迷之操作了。每当中美关系紧张，印度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觉得自己迎来了趁你病要你命的好机会。为啥？因为他骨子里就只有左右逢源、渔翁得利的小心思，压根不懂什么叫合作共赢、同舟共济。在中美博弈的关键时刻，印度一边对中国落井下石，一边又向美国漫天要价，想两头占便宜。他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，觉得自己是国际舞台上的关键先生。但现实又一次给印度上了一课。就拿这次印巴冲突来说，巴基斯坦在国际上就是个小透明，5常里有4个都没站在他这边，可他愣是把印度打得找不着北。为啥？因为他背后站着中国。中国2023年制造业 GDP 高达 4.7 万亿美元，比美、法、英4国加起来还多 1.3 倍。打仗靠的是什么？归根结底就是制造业。中国制造业发达，造出来的武器装备自然领先别人一大截。咱们的歼10C 在国内只能算中下等水平，放到印度那儿，直接吊打他们当成宝贝的阵风战机。印度不服气，想靠买 F-35翻盘，可巴基斯坦也不是吃素的。
说不定在印度还没拿到 F-35 的时候，巴基斯坦就能以不到一半的价格拿到空战能力更强的歼35。印度要是还想追，咱们仓库里还有至少2款实打实的6代机，可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只停留在 PPT 上。从印度面临的窘境，咱们能清楚地看到当今世界的大趋势，和中国合作，发展机会越来越多，跟中国对着干，路只会越走越窄。选择少了，实力自然就弱，在以美国为首的丛林式国际关系网里，地位也会越来越低。这就是印度未来的宿命。如果他还要继续和中国为敌，今天输给巴基斯坦，明天就得输给孟加拉，往后斯里兰卡、马尔代夫都能骑到他头上。现在孟加拉国际化进口歼10C 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场空战，说他一战打飞印度50年国运都不为过。但印度走到这一步，根本原因不是战场失利，而是他拒绝面对失败，不敢正视失败，就只能一错再错，做出一系列自毁式选择，最后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这一幕和1962年何其相似。不过这场空战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，它让全世界都看清了，西方军备霸权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，中国的装备物美价廉，以后各国不用再看西方脸色，也能买到靠谱的军事装备，这也算是印度给世界做出的特殊贡献了。再把目光放到未来空战，随着隐身战机越来越多，空战技术发展出了2条截然不同的路线，中心化和去中心化。先说说中心化路线，它把高端大型预警机当成空战的绝对核心，采用 A 射 B 导战法。在这种模式下，战斗机就是个导弹发射平台，性能差点也没关系，甚至派无人机去发射导弹都行。只要预警机雷达够先进，数量够多，就能实现超远程打击，效果相当炸裂。但问题来了，高端大型预警机价格贵得离谱，技术门槛更是高得吓人，绝大多数国家根本玩不起。就算强如美国，在这一方面也举步维艰。美国空军现役主力大型预警机 E3， 平均机龄超过40岁，技术落后中国现役大型预警机好几代，妥妥的冷战古董。别说是满足 A 射 B 导这种新战法了，现在连搜索当代战机都费劲。美国想提升预警机编队水平，计划采购20年前为澳大利亚、韩国开发的中型预警机 E7， 结果因为预算超标，项目都快黄了。至于下一代大型预警机的研发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美国号称有 A 射 B 导能力，可那是靠多平台协同，而且主要对付的是飞行线路固定的目标，跟真正的空战关系不大。俄罗斯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新型大型预警机100项目，因为资金不足和西方制裁直接下马。现在俄军能用的大型预警机就剩几架上世纪80年代的 A50， 连俄乌战场24小时空中警戒都保证不了。美俄这2个老牌强国都这样，其他国家就更别提了，基本都只有几架老旧预警机，想玩多预警机组网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所以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，去中心化路线更现实。这条路线减少对预警机的依赖，重点提升战斗机性能。这就要求战斗机配备功能强大的雷达，能自己远距离制导，甚至操控无人机当中程僚机。按照这个方向发展，战斗机体型会越来越大，才能装下更先进的设备。不过，这也给战斗机升级带来了巨大压力。那中国空军选哪条路线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咱们直接开启全都要模式。在大型预警机方面，我们有以运20为平台的空警3000中型预警机，空警500机队规模超过50架，全球最大；小型预警机，还有供航母使用的空警600。此外，大型无人预警机 WZ9 组网能力一流，这些装备都用了最新技术，还在不断升级迭代。说句不客气的，中国是目前全球最有可能在实战中大规模运用预警机组网，实现 A 射 B 导甚至 A 锁 B 射 C 导的国家。在去中心化路线上，中国同样没落下。银星业超大型攻击平台横空出世，最大起飞重量接近轰6轰炸机，弹舱尺寸堪比美国 B-21轰炸机。这么大的体格，装上大口径雷达，挂载霹雳17大型超远程空导弹毫无压力。
作为6代机，它还能超音速巡航和隐身，美国的 B-21在它面前都得甘拜下风。这简直就是一个能在数百公里外取敌首级的幽灵堡垒，独立作战能力拉满。再加上种类繁多的无人作战飞机，中国空军能在世界任何一支空军面前支起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。最后回到刚才的问题，印度要是和美国深度绑定，对中国威胁大吗？一个连巴基斯坦都打不过的国家，加上一个搞不定胡塞武装的国家，他俩凑一起搞强联合，这画面简直不要太滑稽。我看啊，他们还是别瞎折腾了，老老实实跟中国一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，说不定还能有口饭吃，不然就等着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吧。不让我加入五常，我就退出联合国，组建新联合国。隔壁印度又撂下豪言壮语了，对此5星上将麦克阿瑟要发言了。如果真有那个实力，加不加入五常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没有实力，就是给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又有什么用？还是那句话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实力足够强大，规则就变成了一纸空文，随时都有掀桌子的底气。反之没有实力，老老实实遵守规则才是正途。显然印度是没有这个实力的，放出这种狠话只会让人啼笑皆非。为什么印度想削尖了脑袋挤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？为了加入五常又有多疯狂？印度一直把入常当作衡量其成为全球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早在尼赫鲁时期，印度就已经想加入五常了，声称无论能否入常，态度还是要有的。印度的勃勃野心可见一斑，就是想要在世界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，成为南亚大国，甚至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强国。然而，印度心比天高，身比纸薄，没有公主命却得了公主病，因为印度自身的条件实在说不上好。首先，印度国内土邦林立，宗教复杂，其种姓制度至今为人所诟病。其次，印度民众识字率令人堪忧。在疫情期间，当其他国家都在采用科学的方式管控病毒扩散，大力发展疫苗时，印度却指望恒河水、印度神油、祭祀等迷信的方式驱散病毒。这些行为在我们看来荒谬至极，然而在印度眼里却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。印度的荒诞还体现在对莫迪的神话。当一个国家需要造神来维持统治、笼络民心、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前途在哪里？这种造神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，早晚自是恶果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入常只是印度给国内画的大饼，还有诸如上天、研究核武器等，通过树立宏大的目标来增强民族自信心，维护内部团结，制衡国内的各种势力。另外，一旦入常成功，印度就有了一票否决权，可以在安理会中左右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解决，进而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走向，比如中东问题、朝鲜半岛局势等。最重要的是，印度可以名正言顺地降巴基斯坦一头，周边小国出于利益也会讨好印度。入场诱惑力如此之大，印度是朝思暮想的想加入进去。那么，印度真的具备入场资格吗？能入五常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。中美俄英法是联合国5大创始国成员，也是在二战里为胜利贡献最大的几个国家。中国和苏联均是二战主要参战国之一，为了抗衡法西斯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，是杰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盟友。美国自不必说，也是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主力。英国则是上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，德国闪击波兰时，英国就第一时间对德宣战。而法国虽说二战后落魄了，但人家有美国这个大哥，硬生生的被抬上了理事会的席位。再来看看印度当时在干什么。整个二战时期，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，存在感非常低，整日受英国人的气。唯一的高光时刻，竟然是临时组建的傀儡政府和伪军。印度自己都看不下去，无时无刻不想脱离殖民者的控制。当时，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钱德拉鲍斯试图引入外国势力，推翻殖民统治，此乃驱虎吞狼之计，但结果并不理想。先是去找了德国的那个美术落榜生，结果吃了个闭门羹。最后又转而投向了日本。得知鲍斯的宏达梦想之后，日本不仅帮助其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，由鲍斯担任总理，还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。鲍斯一度认为日本能够帮助其实现民族独立，因此组建伪军助纣为虐。也不知印度怎么想的，后来一度对鲍斯这个甘当小日子马前卒的政客推崇备至，直到现在，鲍斯的画像竟然和甘地、尼赫鲁一同悬挂在印度国会里。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对其做出高度评价。每个印度人都为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感到自豪。试问，这样的印度真的有加入五常的底气吗？
但印度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其想入常的野心可以说是疯狂至极，甚至想另立门户。为了入常，印度积极展开了行动外交，在软磨硬泡下，美俄英法4国不耐烦了，一度口头上承诺好，同意了。印度信了，似乎只剩中国还没表态。印度自知过不了中国这一关，于是便将怨气集中在中国，污蔑中国有意阻止印度的进步，真是荒谬。这还没完，印度为了得到美俄英法4国的口头承诺，还动用了超能力。奥巴马只是个人口头承诺支持印度入常，连印度网友都戏谑说不信，印度政府就已经赶忙献上了100亿美元大单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合作。殊不知奥巴马说的只是客套话。对此，中国不屑于正这一点不义之财。退一步讲，如果印度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必须同时具备2个条件：2/3以上的会员国同意，5大常任理事国同意。哪怕第一个条件达成了，美国也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依照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，印度是怎么觉得美国会允许多出一个国家分享自己的权利的？除了贿赂美俄英法4个大佬，印度还积极拉拢盟友对抗联合国。2004年，日本、德国、印度、巴西4国集团联合起来，提出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，意思是联合国都成立快80年了，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，比如增加安全理事会席位数量，甚至还撺掇其他国家支持这个建议，试图动摇无常的权利。结果自然是吃了个闭门羹。迄今为止，4个国家依旧在轮番申请加入联合国，但都没收获什么好果子。首先是日本，日本在2战中是侵略者，异想天开的想入常压根没戏。德国也是这个理儿。再看巴西、墨西哥和阿根廷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印度则遭到宿敌巴勒斯坦的强烈抗争，4国联盟入常受阻，于是退而求其次，希望能够扩充6个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。但目前来看，这个算盘也落空了。时间来到2015年，莫迪老先上台1年后，入常之梦死灰复燃。这年9月，莫迪在联大期间再次举行 G4 峰会，旨在拉拢77国集团、不结盟运动的南方国家，以及曾经支援过的非洲国家，希望能扩大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地位。此外，还加入了亚非拉42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L69集团，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为了推动联合国改革议程，2016年，印度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友、管中窥豹，这些国家都是希望联合国能够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，好为自己谋福利。可现实很骨感，现如今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是五常共同打下来的，自然要享受胜利的果实，怎么可能被一些充数的小国家一票否决掉？但印度依旧不死心，为了入常可谓是殚精竭虑，一方面结盟，一方面大力人设，不遗余力在国际上维护自身的形象，自诩南亚霸主、印度洋的净安全提供者。打脸的是，这些人设一经立出，立马遭到其他国家的质疑。莫迪老先2次连任，单方面宣布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，致使巴以关系加剧。净安全提供者的人设不攻自破，莫迪老先这是自己扇自己的脸。除此之外，原则上只有5常国家可以合法持有核武器，这在维护世界和平。然而，印度为了向联合国展现自己的实力，拒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，无故劝阻大力研发核武器，这难道就是所谓南亚霸主的风姿吗？打不过就诋毁，也是印度惯用的伎俩。早在1962年，印度就曾挑衅中国主动开战，结果却惨败而归。现如今，随着中国的崛起，中印的实力差距显而易见，其多极亚洲为核心的多极世界的构想难以实现。就诋毁中国在追求单极亚洲，试图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制裁中国。印度不会以为自己真的能将中国从联合国除名，自己上位吧？别痴心妄想了。先不说日本、德国对常任理事国席位蓄谋已久，印度得往后排队，恐怕到时候5常轮流背锅投反对票。联合国席位是打下来的，是多方博弈出来的，而不是靠几个国家抗议出来的，更不是围着桌子喊几句口号就能增添常任理事国席位数量。印度想入常基本是不可能了，除非自己大舞台成立一个新联合国。但是在那时，印度恐怕只能自己登台独唱小丑戏了。